娘家破产，债主逼上门时，我跪着求丈夫借钱渡过难关。他一口回绝，让你爸拖个1年半载，最多成老赖，又不会死，却一掷千金，给白月光铺一条成名之路。最终，爸爸走投无路，跳楼自杀了。我心灰意冷，离开了他。后来，我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，而他躺在垃圾堆里哭着说：“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还钱，还钱，还钱！疯狂的叫嚣声伴随着一个人影从高楼跳下，戛然而止，满屏的鲜血如同烟花在面前炸开。我跪在地上，看着毫无生气的男人，眼里顿时氤氲而起。我爸死了，是被逼死的，死在了父亲节这天。半年前，我失去了妈妈，如今又失去了爸爸。我抓着满是鲜血的手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只觉整个天空失去了所有颜色，家没了，再也没有娘家了，彻底成了绝户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守着破碎不堪的尸体，茫然无助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木讷地接起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笑笑，泥料用完了，你再让人送些过来，速度快点。”是魏时，我的丈夫。时间来得及吗？陶瓷创意设计大赛再有1月就要开始了，可我只画好了设计稿，都没实际操作，怕到时候做出失败品，让你面上难堪。别急，别急，我说行，你肯定行。两人的对话清晰地传入耳中，我面色惨白，指尖插入掌心，猩红的血丝勾勒出细小的纹路，渐渐汇聚成一条小河，在地面上染出一朵朵玫瑰花。你发什么愣？赶紧送来！我直接摁下挂断键。够了，真的受够了。我的丈夫为了所谓的好兄弟，已经半个月没回家。昨日我闯进工作室，跪在地上求他：“魏时，能不能借30万，等我爸开窑，将陶瓷出售后立即还你。”他却不为所动，只冷笑：“笑笑，我手上这笔款是要给周浩参加大赛用的，你也知道玩陶瓷的最烧钱。”毫不留情的拒绝，击碎了爸爸最后的希望。所以当债主逼上门时，他走上了不归路，以死结束一切。灵堂内，斑驳的灯光照在我苍白枯槁的脸上，我跪在地上，将一张张冥纸丢进火盆。爸爸的死是有预谋的，他留下一封遗书，在信中直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曾经富裕的家，因投资失败，变得负债累累。本想借一笔钱重整旗鼓，可没等来翻身仗，却陷入了更深的炼狱。赫赫有名的夏家破产了，彻底从陶瓷界除名。烧完最后一张纸，已是深夜。魏时打来电话：“你在哪？孩子不管，泥料也不送，玩消失是吧？就因为我没给你打钱。”他噼里啪啦一顿输出，火气冲天。见我不吭声，声音又忽然软了下来：“笑笑，乖，明天送过来，我真急用，钱等下个星期肯定给你，让你爸再拖一拖。”我看着桌上的灰白照片，泪水从眼角划过。没有泥料，也不需要你的钱了。在陶瓷界混的都知道，上等紫砂泥能烧出最完美、成功率最高的陶瓷品。他心心念念要的东西，只有我出面才能搞到，所以他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步步紧逼。你什么意思？周浩还等着用呢？骤然拔高的质问声自那端传来，他急了。我冷笑：周浩，周浩，张口闭口都是周浩。我与魏时婚后8年，生活平淡的如一潭死水，没有7年之痒，也没有小三上门挑衅，却万万没想到竟败给了一个男人。天刚微亮，
我到了爸爸生前的工作室，陶车转起来，我开始拉坯制作陶瓷。夏家倒了，但夏家的风骨不能倒，外面欠的钱我会还，绝不赖一分一毫。可回归现实问题，要想快速将钱还完，必须找对路子。陶瓷创意设计大赛是个契机，夺得首魁奖金有20万，可以搏一搏。毕竟我也曾是赫赫有名的高级陶瓷工艺师，只是自从生了孩子，一心顾家，如今也该重出江湖，为以后做打算了。我干得满头大汗，浑身都是泥时，大门被敲得砰砰作响。刚开门，魏石便闯了进来。夏笑笑，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当看到地上整齐排列的陶瓷坯，他气急败坏，想也没想，一脚踹倒，语气森然：你爸为什么不做？非要让你个出嫁女来帮忙？家里的孩子谁来管？不是说给保姆带不放心吗？我看着被踩在脚下的半成品，气得直打哆嗦。滚！你给我滚！随手抓起手边的东西往他身上砸。这些是我辛辛苦苦一天的成果，都是我一点点打磨出来的。每个瓷坯用的泥料不同，设计造型也不一样，分别记录了各项数据，就是为了看看烧制出来的成品哪一个更让人惊艳。现在全被毁了。魏石躲闪不及，脸上身上全是泥，狼狈不堪。他逃也似的往后退，喃喃自语：疯了，你疯！当看到供奉在桌上的牌位时，像被遏制住了喉咙，彻底失声。爸怎么走了？不是，你挂这玩意来骗我？他磕磕巴巴，难以置信地瞪大眼，却又很快否定。玩意？骗！我发出凄厉的尖叫，疯了似的扑向他。我爸死了，他死了，你竟然在怀疑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每次回娘家，爸会亲自下厨，烧的都是魏石最爱吃的菜，可他至死也没得到过女婿一丝一毫的帮助。想到这里，心一阵阵绞痛，我满含泪水，一字一句，字字泣血。魏石，当我像狗一样跪着求你时，有没有想过，我爸已经走投无路了？结婚后，我从未向他讨要过1分钱。夏家千金从不为钱烦恼，想吃的、想玩的、想买的奢侈品应有尽有。可自从爸爸投资失败，全线崩盘后，那些风光不复存在。当我第一次低头向魏石借钱时，他不屑一顾：你家已经没落了，再怎么努力也翻不了身。你一个出嫁女，别瞎操心，放心，以后我会养你。现在好好照顾孩子才是你该做的。他的冷漠让我心寒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夏家没落，于是利用人脉赊账进了一批紫砂泥，他却派人半路截胡拉走了。玩陶瓷的人都知道，投资是个无底洞，紫砂泥更是重中之重，关乎着生死存亡，成瓷率高，会一夜暴富。如釉面开裂，产出大量残次品，会倾家荡产。他明明知道这批货对于夏家来说有多重要，却亲手斩断了最后的退路，只为给周浩铺一条成名之路。我不知道，没有收到一点风声。魏石慌乱地解释，声音中带着愧疚。我不想和他废话，直接抓起桌上的协议书扔他脸上，牙齿咬得嘎嘣响。离婚，受够了，早就受够了。自从宁宁出生后，魏石对我的态度一落千丈，没有嘘寒问暖，也没有欢声笑语，他的眼睛里全然没了我，像被穿越者附体，让我体会到了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滋味。笑笑，笑笑，我保证往后会对你好的，只求你别离婚。他却慌了，婚最终没离成，因为宁宁出事了。医生，孩子怎么样？马上办住院手续，赶紧去缴费。
尽管现在医学发达，可儿童急性白血病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。我脸上的血色像潮水般退得一干二净，眼前阵阵发黑。怎么会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我重重咬向舌尖，霎时血腥味充斥着整个口腔，浑浑噩噩的大脑清醒了几分。你看着孩子，我去办住院，顺便回家收拾几件衣服再过来。魏时有些烦躁，扯了扯领带，我胡乱点头。丈夫虽对我不似从前那般温柔体贴，事事周到，对孩子的心意却是不打折扣的。毕竟血浓于水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来看我？宁宁苍白的脸上有着一丝委屈。宝宝乖，妈妈出去看看。看着这双满含泪水的双眸，无端的酸楚涌上心头。魏时离开后，我从白天等到天黑，也不见踪影，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，消失得彻彻底底。他似乎遗忘了躺在病床上的孩子。我胡乱安慰了孩子几句，让保姆小心照看，准备出去找找。在人群中穿梭时，路过一张张麻木的脸，突然余光扫到某处，我顿住了。失踪的丈夫原来是在急诊科。此时的他握着一个男人的手，满脸紧张地问医生：“这只手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”医生扯了扯嘴角，有些无奈：“一道小口子能有什么事？最多1天，伤口就愈合了。快去拿药吧。”我看着缓缓走来的身影，手中握着的化验单被戳出一个个孔洞，心脏上像被扎入一根刺，如鲠在喉。曾经有段时间，魏时经常不回家，和周浩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有次我忍无可忍，责怪他不顾家，他暴跳如雷：“男人的友谊，你懂什么？”我是不懂，我只知道男人喜欢聚在一起吹牛打屁，聊女人的话题。再说周浩在陶瓷艺术方面很有天赋，只是不懂怎么烧制，我多教教，保证能让他在陶瓷界混出点名堂，到时和我一样名誉地位统统都有，岂不是一桩美谈？他像个机关枪，解释了一大堆，呵呵，都是借口。学习陶瓷工艺，只有大量的练习，才会熟能生巧。其实只需从旁指点几句就行，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。可他们白天在一起，晚上还经常出去喝酒，直至深夜才回，这让我很恼火，为此吵得天翻地覆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我行我素，不知悔改。都说没事，你还大惊小怪，非要看医生，平白让别人笑话。嫂子，思绪被打断。我看着一脸不自然的周浩，心里复杂极了。这个男人无疑长在大众审美上，尤其是长长睫毛下的双凤眼，扑闪的，清澈透亮，自带一股风情，连我都忍不住心生好感。更何况他还彬彬有礼，每次对我毕恭毕敬，从不怠慢。这也是我虽心有怨言，却从未找过他麻烦的原因。世人总会对颜值甚高的人偏爱几分，容忍几分，我也不例外。你先走。很快，周浩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走廊里。路上堵车，拐进医院的时候，凑巧遇上了。瞧见他手上的伤，一时着急，便先去看医生。干我们这行手特别金贵，你也知道的。看着他喋喋不休地说着前因后果，心一点点往下沉。周浩的手难道比危在旦夕的儿子还重要吗？要知道，那可是魏家的独苗苗，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时光匆匆，宁宁住院已经有1个星期。化疗时，听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我心如刀割，恨不得代替他承受一切痛苦的根源。妈妈，别哭，我不疼，不疼的。他故作坚强，枯瘦如柴的手抚上我的脸，
黑葡萄的大眼睛里藏着对我的依恋。好，听你的，不哭。我努力挤出笑，祈求老天爷手下留情，放过我的孩子。宁宁就是我的命，不能被夺走。妈妈，我想爸爸了。我的心颤了颤。魏时已经走了3天，他说周浩投入了大量时间准备比赛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我再指导指导，等他明白了制作要点，立即回来陪孩子，再也不离开。我肺都气炸了，为此大吵一架，他却走得义无反顾，没有回头，拦不住，怎么闹也拦不住。他所有的决定，我都拦不住。本来魏时承诺今天来医院的，但他失约，没有如期而至。在孩子期盼的目光中，我拨打了丈夫的电话，打了几个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宁宁乖，我去找爸爸，让姨姨陪你一会。好，妈妈快去。儿子的眼睛亮如星辰，让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人带回来。我先去了工作室，没人，又转身去了周浩的住所，依旧没人。最后驱车到了自家楼下，掏出钥匙开门，发现玄关多了双陌生的男鞋，目光落在虚掩的房门上，里面透出几分昏黄的灯光，若有若无的对话争先恐后地钻入耳中。别在这，嫂子会发现的。男人喘着粗气，破碎声中带着一丝魅惑。笑笑要照顾孩子，吃住都在医院，又怎会知道当初娶她也只是权宜之计，目的是为了保护你。这场见不得光的爱，只能委屈你躲躲藏藏。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嫂子，没什么对不起的，专心点，不然有你苦头吃。别，疼！激烈的撞击声宣告着里面正在发生的事。我面色惨白，手里的包仿佛有千斤重砸在地上，惊动了里面的人。谁？低喝声中带着惊恐。我脚步凌乱，一步步靠近，如同走入万丈深渊，缓缓推开了那扇门。我看着床上相拥的两人，刹那间心像被一把生了锈的钝刀，一刀一刀来回切割，鲜红的血液咕噜噜地往外冒，染红了我的双眼。湿淋淋的床单，交缠的双腿，脖梗的吻痕，散不出的糜烂气息，处处彰显着他们的疯狂。心碎了一地，世界观在崩塌。脏了，床脏了，眼睛脏了，人脏了，房子也脏了，全部都脏了，一切变得污秽不堪。我抬头看着墙上的婚纱照，照片上的我笑得肆意张扬，一脸幸福。还记得刚结婚时，魏时说这张照片最能凸显你的美，每次都让我情不自禁。笑笑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因为孩子的事，我心情不好，喝了点酒。周浩安慰我来着。魏时手忙脚乱，一脸慌张的解释，所以安慰到了床上，哈哈哈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我看着被他紧紧护在身后的男人，笑得疯癫。原来我只是一个男人的挡箭牌，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人，何其悲哀！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了，整整6年，守寡足有6年，这是我难以启齿的秘密。自从生了宁宁，魏时对我的兴趣骤然锐减，像玩腻的变形金刚，随手丢在角落里，偶尔兴致来了，便会对我浅尝辄止，一旦释放，立即抽身离去，不管我如何求欢，也绝不碰一分。我曾哭着质问，别人的夫妻生活1个星期都有几次，而我1年才几次。他轻描淡写，你就这么下贱，迫不及待地想让男人上，卑劣而又恶毒。可我是人，不是佛，也有正常的生理需求，于是开始反思，努力健身、护肤，精心保养自己，却依旧没有成效。魏时对我食之无味，已经吃腻了。如今这副肮脏的场景，让我明白，如果男人没有心，做再多也是徒劳无功。
可我终究明白得太晚。笑笑，你别走！魏石挡在门口，抓住我的手不放，眼里全是哀求。他很急，急得甚至没穿一条遮羞布挡住要害。放手！我用力甩开，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嫌恶。当我在为儿子的病情心力交瘁，生怕医生给我下病危通知单时，他却在睡男人。哈哈哈！说男人多么讽刺！我们的事能不能别说出去？他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。你真我感到恶心，我忍无可忍。刚扬起手，电话却响了，拿起一看，当即变了脸色，再也没心思与他周旋，转身离去。地下车库，尖锐的刹车声骤然响起。你保证不将周浩的事说出去？他是无辜的，你不要将无辜的人推上风口浪尖。周浩赤裸着上身，挡在车头，一副得不到保证不罢休的架势。我惊魂未定地紧握方向盘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如果不是方才刹车及时，面前的男人早已身首异处。疯了！如此不要命，竟是为了一个男人！让开！想到方才的电话，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，握住方向盘的手青筋暴起。先答应我，他冥顽不灵。你儿子要死了就要死了，快点给我让开！我双目充血，披头散发的狂按喇叭，将车子踩得震天响，地动山摇。魏石愣了愣，你休想骗我！昨天我找医生私下谈过，他说宁宁情况稳定，有治愈的可能。嘲讽的嘴脸让我心里一片冰凉。没想到，万没想到，他连孩子的死活也不在意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咬得血肉模糊。逼我，一直在逼我。既然想死，那就成全你，去死，统统都去死！我满脸阴鸷，油门踩到底，瞬间汽车像火箭一样飞了出去。最后关头，魏石躲开了，注视着后视镜里男人跳脚的模样。我的眼里全是冷意，一路连闯红灯赶到医院。再次见到儿子时，他浑身插满了管子。医生方才说，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，拖不了多久。我泪如雨下的来到床边，宁宁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见身后没人，又瞬间暗淡下来。妈妈，好疼好疼啊！她的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一颗颗往下掉，灼伤了我的皮肤。妈妈，你抱抱我吧。枯骨如柴的手微微扬起，又无力落下。我抱住她，紧紧抱住她，一刻也不敢松开。泪水如成群的蚂蚁争先恐后地往外爬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心在滴血，在疯狂叫嚣，在折磨我的灵魂。可除了无尽的泪水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失去所有颜色。妈妈，等爸爸来了，将这个给他。老师说要亲手交给爸爸的。软软的小手张开，露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写着：爸爸，父亲节快乐。一直放在口袋里，是我忘记给爸爸了。他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往我怀里缩了缩。我亲亲他的额头，声音应液。好。说话时，眼泪如倾盆大雨落在他眉间，倒映出我绝望的脸。妈妈，我好困。圆溜溜的眼睛慢慢合上，为我擦泪的小手失去了所有力量，居然垂下。我机械般地拍着逐渐冰凉的小身体，无声哭泣。往后，他再也不会冲我撒娇，再也不会跟在屁股后面闹着要去游乐园玩，再也不会软乎乎地说：妈妈，我好爱好爱你哦，我的小宝贝。他死了。当长长的白布将孩子盖住时，魏石冲了进来。我冲上去扯住他的脖领，眼里全是疯狂。你为什么不早来点？为什么？孩子至死也没等到爸爸最后一面，他是带着遗憾走的。魏石不为所动，任凭我打骂。
目光死死盯在床上，不可置信的喃喃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儿子怎么会死？医生不是说情况有所好转吗？为什么会死？”他抖着手慢慢掀开白布，声音颤抖：“宁宁，爸爸来看你了，你醒醒，快醒一醒！”我泪眼朦胧，将纸条扔他前面。他看后放声大哭：“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早该来看你的。”外面电闪雷鸣，轰隆隆的，很快下起了瓢泼大雨，犹如黑暗遮住了黎明。宁宁下葬后，我提出了离婚，孩子只是意外，以后还会有的，维持现状不是挺好的吗？望着他丑恶的嘴脸，我都想吐。无耻，太无耻了！为了一个男人来娶我，为了掩盖真正的目的，让我陷入难堪的境里。我被同妻8年，一无所知，还想继续把我困在围墙里，为他人做嫁衣、做梦。8年婚姻带给我的不是幸福，而是地狱模式的开启。别逼我将事情捅出去。陶瓷界著名的魏大师想出名，我可以成全你，到时说不定周浩不用靠比赛，也能火遍全网呢。你再说一遍。脖子蓦地被大掌死死掐住，窒息感席卷而来，我脸色涨红，看着这双狭长的狐狸眼，曾经也藏着无限的温柔，如今全是细碎的冷意。周浩的出现解救了我，他微弓着腰，头埋到胸前，根本不敢与我对视，只是歉意地说：“嫂子，对不起，你先走吧，我会劝魏哥的。”望着满脸羞愧的男人，一时无言。怪他吗？他先来，我后到，有什么资格去怪？怪只怪世俗偏见，怪魏石骗婚。在周浩的劝说下，魏石不再纠缠，火速离婚。分割财产时也没扯皮，1分2半。恢复自由后，我先是搬了家，将把生前欠的钱全都还清，之后日日泡在工作室为大赛做准备，却发现之前买的泥料已经用完了。于是到了青果巷，胖老板看到我依旧热情，还没开口，他抢先一步，拍着肥嘟嘟的肚子，一口保证：“货马上到，你坐着喝口茶。”我笑，合作久了，已经无需多费口舌。我待在茶室，忽然想问问还有没有别的泥料，便放下茶盏，出去找人。刚到仓库门口，里面传来谈话：“咱泥料自己都不够用，怎么他一来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全给出去？不是说不对外卖吗？你新来的啥也不懂，李氏集团大佬亲自吩咐的，能不给吗？如果被他知道咱们没有满足夏小姐的要求，分分钟让你下岗。他俩啥关系？不会，去，别瞎打听，做好你的事。”我愣住，原以为胖老板是因为熟客才从未拒绝我的请求，却没想到幕后老板是李周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微信，看着冷色调的黑色头像，对话框里一片空白。有时间聊聊吗？时间、地点。他秒回：陶瓷艺术展品馆。抱歉，来晚了。刚坐下，便看到对面的杯子已经空了大半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守时，时间刚好，没迟到。李周的视线落到我脸上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太久没见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开门见山：“为什么帮我？”作为大学同学，我与他的关系如冰与火的碰撞，势不两立。每次大考，他第一，我第二，次次如此。我不服啊！凭什么他每次都能赢？为此，卯足了劲去学习。可直至毕业，我都是万年老二，被同学嗤笑了好久。听说你在为参加陶瓷大赛而做准备，他反问，又接着追问：“你获奖的作品，独家授权给我销售怎么样？所获得的利润55分。”我张了张嘴，憋了半天也没蹦出一字。还没比赛，
就相信一定能获奖，未免对我自信过头吧。可男人笃定的神情让我莫名有些感动。以前魏时总说我的设计毫无风格，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世人的追捧。在他眼里，我平平无奇，是夏家砸钱砸出来的声誉，实际徒有虚名。夏笑笑，别妄自菲薄，要知道你可是当年有名的怪才。此话一出，热血上涌，满心澎湃，像久违的阳光，填满了封尘已久的心。婚姻像一把枷锁，困住了我。幼小的孩子，年迈的公婆，都需要我。每次我要出去工作时，魏时会说，又不需要你挣钱养家，将重心放在家里，照顾好一家老小就行。从此，我将自己拴在了围墙里，却忘了曾经的梦想。为什么帮我？我又重复问了一遍。他没回避，而是对上我的视线，神情认真。我是个商人，你的能力值得我投资。我端起茶盏，感觉手在抖，这就是被肯定的感觉，真好。我抬眸，忽然想起今早热搜新闻，媒体大肆报道，说李氏集团的 CEO 帅气多金，却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从未有过花边新闻。不得不说，李周确实长着一副好皮囊，退出少年人的青涩，成熟男人的魅力最为致命。但我的目光缓缓下移，落在某处，莫非他也是个 gay？ 陶瓷创意设计大赛如期举行，经过激烈的角逐，我夺得了魁首。她一个家庭主妇，有什么资格获奖？我怀疑有内幕。一声怒吼如平地惊雷，让现场陷入一片死寂。魏大师作为公众人物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评委给每位选手投票有绝对的自主权，大众评委也是根据喜欢好来投票，一切拿作品说话。更何况大赛秉持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每个环节都有摄像头记录。你有什么证据质疑大赛的公平性？李周冷脸站出来，此时的他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，寸步不让。魏大师是输不起吗？我笑盈盈地对上男人的眼，那个曾经被他贬得一无是处的女人却赢了，想必他抓心挠肺的难受吧。我勾起唇角，魏时日日教导，不惜一切砸重金，想为周浩砸出一条光明的未来，想让他获得鲜花和掌声，名誉与地位统统都有。我偏偏不让他如意，以前每一次退让只会让他步步紧逼，以至于走到了绝境。如今但凡他想要的，我都要夺走。魏哥走吧，是我技不如人。周浩脸色苍白，拉着人往外走。可你为了大赛手都搓烂了，却得了第2名，我不服。男人看着我，阴鸷的眼里像淬了毒。我笑意盎然，理解，非常理解他此刻的心情。毕竟快要到手的鸭子，却被程咬金半路截胡，成了季军。是个人都会暴走。这场比赛看似是我与周浩的比拼，又何尝不是与魏时的决一雌雄？魏时愿意将所有荣誉推给心爱之人，我却没有容人之心，不愿意成全。输便是输了，胡搅蛮缠未免有失风度。是啊，一切看实力说话。在吃瓜群众的议论声中，魏时只能落荒而逃。注意点，手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不能大意。李周黑着脸，在上面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。我看着被包成粽子的手，哭笑不得。哪有这么夸张？当年揉泥、拉坯，学习最基础的知识时，比这个更恐怖。为了这场比赛，我拼尽了全力，这双手也因此变得粗糙不堪，无数条细小的口子，只要一沾水就疼得厉害。我却满不在乎。哪有什么随随便便的成功？台上风光，台下尽心竭力是常态。谢谢你，
我举杯，一口喝下杯中酒。多亏他无限提供各种泥料，才让我打开思路，设计出造型独特、色泽淡雅的陶瓷品。双赢。他神色淡淡，却在下一刻变了脸色。不能再喝了。我打了个酒嗝，摇头失笑。经此一事，我俩的关系更熟络了。他却怎么像个老妈子一样管东管西。赛事过后，我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只求一份独特的设计作品。形形色色的人托关系，想送子女过来，让我收做徒弟。很快，我的婚姻史也被挖了出来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卫视开始频频出现在镜头前，暗示我婚内出轨、抛夫弃子，给我戴上拜金女的人设。一时间，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最后事情愈演愈烈，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。我打电话给卫视，质问他是不是想当网红。他笑得得意：“你不是想出名吗？我满足你的愿望，难道就不怕我曝光你的龌龊事？想霸占头条 C 位，我也可以满足你的独特嗜好。”卫视却笑了，语气森然：“待会看到小视频，希望你还能保持冷静。”电话被中断，很快手机有信息进来，一段让人脸红心跳的颜色电影出现在屏幕上，而女主角正是我。我手脚发凉，脸上苍白如纸，老子差点忘了这个好东西。想必网友们愿意欣赏夏大师的果照，倘若不想被发布在网上，就闭上你的臭嘴。如不识好歹，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。直至今日，我才知前夫的可怕。最终，我选择了报警。当卫视被帽子叔叔戴上手铐时，完全懵了。是你这个贱人！他恨毒了我，可我又何尝不是？从追求时的狂热，到恋爱时的细心体贴，以及结婚时的再三保证，到孩子出生后的冷漠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蓄谋已久。我自小接受着最正统的教育。当今网络信息发达，铺天盖地的炸裂事件在席卷互联网，男男女女、男女不分的新闻时有诈尸，吸引着大众的眼球。每每看到时，我也只是一笑了之。人各有志，兴趣不同，都是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主动祸害他人，以示善良。不理解，右上角点个叉，走人。理解，那就尊重并祝福。点赞评论一条龙服务。可卫视没有仁义道德，恶毒到令人发指。卫视犯事这个话题很快冲上热搜榜，因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名人，事情在网上持续发酵，引发了巨大的舆论。为此，警方不得不贴出告示，说明事件起因。前夫渣男新的词条又一次引爆整个网络，之前对我的负面影响也销声匿迹，网友们纷纷倒戈，同情我的遭遇，留言说要扒出前夫的所有信息，让他人人喊打。处在舆论中心的我，正慢慢嚼着咖啡，说吧，找我何事？这个给你。视频他还藏了一份在我这里。我手一顿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如翻江倒海。不愧是心思缜密的卫视，还留了一手。以他的性子，10日后出来，必定让我身败名裂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是最无辜也最痛苦的那个人，我早该离开他的。周浩慌忙摆手，面露苦涩地诉说。我复杂地看着离开的背影，他是个好人，可偏偏遇上了卫视。卫视所有的人际关系被扒得一干二净，他是同性恋的事被曝光，连带着周浩也陷入了舆论风波。当卫视找到我时，全然没了往日的嚣张，他跪在我面前，连抽自己几巴掌。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不该威胁你的。我冷眼旁观，无缘无故来忏悔，是想做什么妖？你能不能
能不能劝劝周浩？他说要离开我。果然，事关周浩，他可以毫无底线，甚至丢掉尊严，真是个令人窒息的恋爱脑。别过来！周浩倒退几步，阻止我前进的脚步。我没料到周浩所谓的离开是以这种的方式，求你别死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阻碍，外面的风言风语你当听不见好不好？魏时胡子拉碴，衣服皱巴巴，整个人慌乱无比。不好，我早就受够了。话才落下，他冲前一步，毫不犹豫跳了下去。我闭了闭眼，心里堵得慌。听说周浩的母亲离婚后带着他独自生活，不久便与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，毫不忌讳两人的关系。也许每一位 gay 的背后都有一对不负责的父母，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性教育观念，使其误入歧途。不被认可的爱情以及世俗的偏见与逃不掉谴责，会慢慢摧毁一个人的意志。最终，网络暴力让周浩走上了绝路。你为什么不劝劝他？为什么？魏时面目狰狞，宛如恶魔，快速朝我冲来，却被赶到的消防员摁在地上。看着不断挣扎的男人，我实在不明白他的脑回路。周浩跳得义无反顾，没有一丝犹豫。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死的人，如何劝阻？我不是神，掌控不了别人的生死。周浩死后，魏时疯了，脑袋疯狂地砸在墙上，哐哐哐声不绝于耳，砸得满头是血。我不该骗你，不该欺负你，更不该让你卷入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这样周浩就不会死，我也不会经历丧子之痛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男人凄厉的绝望声回荡在街头。后来，魏时如同乞丐到处流浪，每当看到长相酷似周浩的人，就会像个偷窥狂跟踪别人。有人吓得直接报警，次数多了，便被亲属送进了精神病院。3年后，我站在展览馆，仰头看着矗立在大堂中央的巨型陶瓷瓶，自豪感应由而生。这款造型独特、线条优美、色泽淡雅的作品是由我亲手打造的。它的问世让陶瓷界的大咖们无不惊叹，纷纷打来电话，想与我谈谈合作的事。我握着手机，礼貌拒绝：抱歉，已经与李氏集团达成了长期合约，真的不考虑我吗？即使有段失败的婚姻，你也要相信爱，我会做得很好。李周眉眼温柔，神情认真地注视着我，细碎的光落入男人眼里，星光璀璨，耀眼的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不了，我伸手抚摸着陶瓷瓶上勾勒出的线条，每一条都出现在最合适的位置，才会呈现出最完美的样子。老祖宗传承了上千年的陶瓷文化，其底蕴之深厚，是要用一生去解读的。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男人身上，我很享受当下，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。中华瑰宝需要世代传承，我愿为之奉献一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